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，就在你看本期视频的时候，就有一个陌生人偷偷的住在你的家中？不要觉得不相信，这种只会在电影里面发生的事情，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确实有发生过，并且这些人还能摸清你的生活作息，刻意躲着你，与你毫无交集，同住屋檐下，你却不知道他的存在，真的是想想就让人起鸡皮疙瘩。这会儿一定有小伙伴要去自己家中搜一搜能够躲人的地方。别急，咱们先来看个视频，或许看完这个视频可以多给你提供一点搜查思路。那么感兴趣的小伙伴长按点赞3秒钟，开始我们本期的话题：躲在家里的陌生人。视频里的这名男子在抱怨自己的公寓里面吃的东西一直在消失，他能够保证不是自己吃的，也不是自己记性差忘记了，于是第一怀疑肯定是和自己同居的女朋友，但质问他后，女朋友否认了。这名男子认为他死不承认，于是他貌似半开玩笑的偷偷架起了摄像机，想着把女朋友偷吃东西的画面给捕捉下来。然而事实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。有没有和正正一样的小伙伴死死地盯着正中间的白色的门，感觉那里最诡异，前方高能，右上角的壁橱里竟然有双脚在下来了，是个披头散发的女人。这个男子标明这并不是他的女朋友。这个神秘的女人慢慢地把凳子抽了出来，从桌子上走下来，一切都小心翼翼。左边光线太暗看不清，但视频上面标注她正在水池里面尿尿。求此刻这个小哥的心理阴影面积。紧接着他打开了冰箱，喝了几口牛奶，一切都轻车熟路。随后在沙发上一躺，悠哉悠哉的边吃东西边看电视。这一系列动作简直就是一气呵成，丝毫没有犹豫，看来是惯犯了。正当他起身准备研究起桌上的酒瓶的时候，突然一阵慌乱，躲了起来。原来是男主人起床喝水了。最后这个女人又东看看西看看，吃了点东西就爬回壁橱，房间又回到了最初的模样。第二天早上，这个男主人起床，出门前还打开冰箱，对着瓶子就喝了几口牛奶。家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和他同喝一瓶牛奶，还是嘴对着嘴，再次求他的心理阴影面积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在水槽里面撒尿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没有被人发现异常，说明他掩盖的还真是不错。正正在想，要是他爬上爬下摔跤了怎么办？而且大号又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是不是还得趁白天家里没人的时候在马桶里面解决呢？看完这个视频的小伙伴有没有脊背发凉？胆子小的可能已经暂停视频，去看自家壁橱里有没有藏人了。话说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什么超自然现象，幽灵什么的，但它是有影子的，所以很快就排除了这种可能。那这个神秘女子到底是谁？为何躲在别人家里的壁橱里呢？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她这么轻车熟路，到底是住了多久了呢？根据视频主人的推测，窗户是进入房间的唯一途径，因为他的这套房子在顶楼，有一个防火梯，那个壁橱是不常用的储存区域，可以躲在很里面。该男子报警后，警方认为他可能住了好几个星期了，本来打算入室抢劫，但勘察地形后，发现是个不错的藏身之处，又有吃的又有喝的，就留了下来。当然了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视频是摆拍的，因为这名男子也没有提供自己的姓名、住址，还有视频的具体时间，只是视频一出现就让一大部分网民大惊失色。关于视频的真伪，我们也就无从考证了。但其实这类事情确实还发生过，而且不在少数。比如就在2008年，日本就发生了一起流浪者偷住的案件，那是在日本西部的一个安静的小镇上。在此之前，当地的居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会有流浪汉无家可归的问题。但是，一名57岁的居民发现自己家中刚被入室盗窃了。奇怪的是，家里并没有丢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只是少了些食物。由于经常被盗贼光顾，主人忍无可忍了，安装了监控摄像头，将屋内的图像直接传输到了手机上。当摄像机捕捉到了房屋里面有人走动，主人立刻报警，认为是小偷光顾了。然而当警方到达时，发现大门紧锁，窗户也关得很严实，根本就没有闯入的痕迹。然而在警方仔细搜查了房子，看看是否有人躲藏时，发现了令所有人震惊的一幕。罪魁祸首并不是想象中蓬头垢面、饥肠辘辘的窃贼，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中年妇女。她蜷缩在壁橱的后面，瑟瑟发抖。她还为自己布置了一个薄薄的蒲团，身边还有几个饮料瓶。而且最让人吃惊的是，她已经在壁橱的顶层借住了将近1年的时间了，主人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这个不速之客的踪迹，这也让人匪夷所思。他是怎么进入该房间的呢？又是怎么做到长期不被主人发现的呢？其实壁橱是日式房间的一部分，通常是用来储存东西的，但对于独居男人来说，基本不会去打理收纳，也不会在意。至于他是如何进入的，根据他自己坦白，1年前他无家可归，恰好发现这个房子的主人忘记锁门了，自己就趁机溜了进去。但他从来没有偷取过钱财，只能算是擅闯。而且这个房子不是他唯一的栖息地，偶尔他还会去别家换着住。不仅如此，虽然说是流浪汉，但他会趁主人
人不在的时候洗澡，相当注意个人卫生，干净整洁。不得不说，日本人爱干净真的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。不过说了这么多，一想到有一个陌生人偷偷住在自己家里面，听起来还是很可怕的，像噩梦和恐怖电影里面的情节。尽管有一些不速之客只是为了偷东西吃，但仍然对主人产生了严重的威胁。刚才说到发生在日本的事件，主人也是真的心大，被戒住了近1年才发现不对劲。对此，镇长还查了些相关新闻。通常住房内的壁橱、阁楼、地下室、车库这几个是闯入者比较青睐的藏身之处。下面镇长还要讲几个让你们惊掉下巴的事情，而且都是真实发生的新闻。就在2013年，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校外租房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。他们经常发现橱柜、微波炉、烤箱等开着门，一开始还以为是室友忘记了，但提醒过后发现都不是他们对方干的。更奇怪的是，地下室经常传来噪音、警报声或者闹钟声。不过是学生嘛，胆子大又爱开玩笑，谁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，还经常说笑着可能是鬼魂饿了，是他们干的。然而有一次阴差阳错，房间出现了问题，他们请了维修人员来维修。当工作人员强行打开他们地下室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了一间卧室，里面装满了带框的照片和许多教科书，甚至还住了一个人。所谓的鬼竟然是他们的秘密室友。一再追问之下，他透露自己叫做杰里米，是同校学生。事发之后，他就收拾东西离开了地下室。更让人无语的是，其中一个室友还说自己之前和杰里米打过照面，还简短的交谈过2句。当时他还以为是某个室友带了朋友回家，就没在意。不过没有人知道杰里米是怎么进来的，也不知道他在那里住了多久。这几个学生推测，因为房东从来都没有换过房子的锁，也就是说任何住过这里的人再回来开锁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所以被杰里米钻了空子。不过所幸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无独有偶，也就在2013年，美国华盛顿州有一名叫做凯伦的老奶奶，她发现自己家里变冷，暖气似乎出现故障了，于是新买了另外一个暖炉，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。于是她打电话找修理工来检查。经过一番检查，工作人员意外的发现，故障并不是出在暖炉上面，而是在她的房子下面竟然住着一个人。当时这个人并不在场，工作人员看到他还切断了凯伦的加热管道给自己取暖。凯伦很震惊，因为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个陌生人的存在，而且自己也早就注意到家里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。这么一想，果然是有蹊跷啊。有一次，凯伦发现自己家里的大门开着，还闻到了一股奇怪的味道，比烟味还难闻。然而修理工在下面没有发现任何毒品，只发现了一个啤酒罐。话说不应该啊，因为凯伦家里还有3条狗，竟然也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来提醒主人有闯入者，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事情。而且这个闯入者的身份到现在也仍然是未知的。这些个新闻都太猎奇了，要不是真实报道，我也不敢相信这些就是真的。不过咱们换位思考一下，你想象一下自己如果是一名闯入者，任务就是秘密生活在别人家中，不被发现，你能够做到吗？这也太难了吧，感觉就跟卧底一样，岂不是每天都要胆战心惊到死？看来这还真不是人人都能够干得了的，还得有超强的心理素质才行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期视频讲了几个偷偷住在别人家里的人，他们都是处于各自不同的目的，虽然都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，但想想还是很后怕的。如果他们是个杀手，不只是偷点东西，借助取暖，到时候鸠占鹊巢，起了杀心可怎么办呢？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郑哲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